今日咧就係2026年嘅2月18日啦。NVIDIA 咧都剛剛向呢個美國證監會咧提交咗佢哋嘅 13F 最新嘅持倉報告。個 Filing Day 咧就係2月17日噶。市場一睇啊，大部分人第一個反應就係：喂，NVIDIA 係咪癲咗啊？點解會咁呢？因為呢份名單完全顛覆咗大家對 NVIDIA 嘅印象啊！佢清倉咗呢個 ARM 啦，一股都不留啊！反而將成個投資組合嘅重心咧壓咗喺 Intel 同埋 Nokia 身上。兩間咧喺散戶嘅眼中，一間咧就叫垂死掙扎，另一間就係喂，原來你未執嘅咩？所以喺深入分析之前，大家要記住呢一點。呢份 13F 反映嘅係截至佢2025年12月30日嘅持倉嘅 snapshot 嚟嘅啫。呢個意味住啦，我哋今日睇到嘅唔係 Jensen 琴日嘅即興操作嚟，而係佢喺過去一季啦，甚至乎係更早已經精密部署好嘅一盤棋。成個 portfolio 咧就好集中嘅，真係得返5隻嘢嘅啫。總值大約係131億美元左右。可能啲人見到咁樣，哇 ，NVIDIA 玩咩啊？但係我都可以同大家講，佢都唔係叫藥石亂投噶。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131億嘅持倉背後，到底隱藏住一個點樣嘅帝國防禦機制呢？要處理咗房間入面最大嗰隻象先，清倉 ARM 啦。上一份 13F 啊 ，NVIDIA 都仲係持有超過110萬股噶。今次啊直接歸零啦。坊間會話啦，因為 AIPC 概念嘅炒完，所以 Jensen 走人。其實呢個原因咧更加硬淨嘅，叫做呢個估值重估啦 ，valuation re-rating， 加上風險管理啦。ARM 咧自從 IPO 之後，配合咗呢個 AI 嘅敘事咧，市場咧已經將好多未來幾年嘅好消息咧一次過計晒入個價噶啦。當年 NVIDIA 買 ARM 係為咗補嘅 CPU 嘅版圖，要 ARM IP 做護城河。但去到而家啦 ，NVIDIA 自家嘅 Grace Blackwell 平台已經成熟 ，ARM 對於 NVIDIA 嘅邊際戰略價值咧自然就下降啦。所以喺高位套現，將資金抽翻出嚟係最理性嘅資本配置。而且啊，消息嘅都唔止係 ARM 噶，留意下名單上面消息嘅名先。Applied Digital 啦 ，Recursion 啦 ，WeRide 啦，呢啲咧以前 NVIDIA 用小額投資換訂單嘅 VC 式撒網，今次都清走晒啦，信號都好清楚嘅。NVIDIA 已經結束咗邊個做 AI 就投邊個嗰套啦，喺 AI 嘅行業已經由百花齊放啦，轉入呢個工業整合期 consolidations， 佢收翻埋啲錢啦，因為下一步要燒嘅已經唔係 startup， 係重資產嘅基建，而呢個轉向就直接帶到 Intel 啦。大家先唔好用買半導體股嗰套邏輯去理解先，亦都唔係 Jensen 突然間中意咗 Intel， 因為其實市場咧早已經有線索噶啦。2025年嘅9月咧，其實已經有私募配股嘅協議。Reuters 其實亦都有講過咧 ，NVIDIA 落實買入呢個50億 Intel 嘅安排嘅。所以今次嘅 13F 咧，唔係佢突然之間去買入，而係一份已經傾好咗嘅股權安排。13F 咧就只係攤俾大家睇嘅啫。咁點解一定要買 Intel 咧？關鍵都唔係 CPU 嘅，係先進封裝 Advanced Packaging。NVIDIA 出貨最大嘅樽頸咧，長期都唔係晶片核心噶，而係先進嘅封裝產能。市場最熟悉嘅梗係台積電嘅 CoWoS 啦，而喺美國本土啊，具有先進封裝路線啦，又有機會放量嘅玩家咧 ，Intel 亦都係屬於極少數嘅之一啦，亦係最具備美國本土供應鏈象徵嘅選擇之一。咁呢度咧，我要做翻一個合理嘅推算 speculations。呢79億美金可以視佢為呢個產能啦，同埋供應鏈嘅保險費。佢買嘅未必係真係搏 Intel 升噶，而係喺最壞嘅情況之下咧，美國本土仍然有一條可用嘅路。再加上咧，華府近年都推出呢個 Sovereign AI 啦，同埋強調呢個本土嘅供應鏈安全。NVIDIA 綁定 Intel，某程度都係幫美國政府啦敘事加埋槓桿啦，亦可能可以用咁嘅方式換取更加多嘅政治籌碼。呢個都屬於係一場典型嘅供應鏈防衛戰啦。
咁有製造之外啦 ，NVIDIA 仲有3塊拼圖嘅，砌佢嗰個全棧帝國設計、分發同埋渠道。第一塊 Synopsys SNPS 有22.6億美元啦，呢間係一間晶片設計工具嘅核心玩家嚟噶。NVIDIA 嘅架構複雜度就越嚟越誇張啦，設計嘅工具亦都越嚟越重要。你可以用一句講晒噶，入股 Synopsys 就等於自己喺設計工具層面更加有主導權，築起呢個技術壁壘啦。好啦，嚟到第二塊 Nokia NOK 啦，佔大概10.8億美元，呢個真係 NVIDIA 自己官方都有新聞稿講噶啦。NVIDIA 同 Nokia 做呢個 AI RAN 啦 6G 嘅平台合作，就投咗10億去 Nokia， 佢決心就將呢個 AI RAN 就帶入呢個電信網絡啦。好啦，第三塊 CoreWeave 17.4億美元啦，仲有少量 Nubius 嘅 CoreWeave就 GPU 雲端租賃啦。Reuters 嘅報導亦都話啦 ，NVIDIA 今年1月再投資咗20億美元擴大合作㗎。嚟呢個位最重要嘅一句 ，NVIDIA 透過 CoreWeave 係加深綁定算力交付嘅渠道，令到 GPU 唔單止係賣出去啊，而係有地方穩定落㗎啦，持續被租用嘅。所以你而家睇清楚啦，131億美金買嘅唔係股票，係一張工業藍圖。上游做設計 Synopsys 就分散邊緣去 Nokia 啦，再交去呢個算力交付渠道 CoreWeave， 再配合本土供應鏈保險嘅 Intel 啦。所以都唔好再問點解買 Intel 啦，真正嘅問題係 NVIDIA 淨係買緊佢嘅供應鏈主權。咁睇完剛剛嘅持倉分析呢，我哋又將佢拉遠啲，將呢5間連埋一齊睇，咁你就會見到 Jensen 嘅終局藍圖 Endgame Blueprint 嘅啦。5間公司入面呢，4個係核心拼圖嚟嘅 ，Nubius 實細倉啦，用嚟代表海外 GPU Cloud 渠道嘅觀察位，呢啲都唔單純係分散投資㗎，而係一個高度整合、黏性極高嘅生態循環。大家都要留意返一個關鍵詞喎，工業化 AI、Industrial AI。過去幾年啦 ，AI 都係屬於 Internet 公司嘅玩意啦。但去到2026年啦 ，Jensen 認為 AI 嘅下一個戰場係實體工業同埋國家基建。試諗下啦，可能好似英國啊、日本啊或者中東嗰啲國家都想建立自己嘅 Sovereign AI 嘅時候，佢哋係需要一套可複製、可擴張嘅參考架構 （Reference Architecture）。NVIDIA 而家都可以用呢套邏輯去 pitch 噶啦。我唔止係買晶片嘅，我俾係一套國家級 AI 基建標準你，晶片設計工具啦，我哋有 Synopsys 做底層，供應鏈嘅安全，我哋都有 Intel 呢條本土後備路線做後盾噶。數據傳輸方面啦，我哋就用 Nokia 嘅 AI RAN 方案幫你鋪全國嘅網絡，最終算力交付呢，我哋就有 CoreWeave 做呢個參考嘅模板。呢個唔係我哋憑空推測㗎，其實 NVIDIA 已經開始將政府用嘅 AI Factory Reference Design 寫成文件，佢就係想將呢個 Sovereign AI 變成一個可複製模板嘅鐵證。大家見唔見到啊？一旦一個國家嘅基建採取咗呢套標準，後續嘅維護、升級、軟件生態就會產生極大嘅黏性 （stickiness） 同埋切換成本㗎啦。呢個就係由一次性硬件銷售啦，轉型去呢個經常性生態收入 （recurring ecosystem revenue） 嘅關鍵一步。好啦，講到最後啦，作為投資者，面對呢份帝國級嘅 13F， 我哋可以點部署呢？我有3個結論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嘅。第一 ，Intel 啦，千祈唔好用長線價值股嘅心態去揸啦。策略上呢，應該用倉位細啦，事件驅動 event-driven， 嚴守止蝕嘅方法去諗啦。NVIDIA 入局確實係降低咗 Intel 出現最差劇本嘅機率。如果 Intel 真係可以喺先進封裝製程順利為嘅 NVIDIA 開動呢，佢會有估值收復 re-rating 嘅空間嘅。但係記住啦，呢個都係 high beta 嘅博弈，唔對路咧都要走嘅。第二 Nokia NOK 啦，呢隻係一隻沉睡嘅基建股 ，NVIDIA 已經真金白銀投資咗10億美金落去噶啦。如果 AI RAN 嘅故事成真啦，每一座基站都升級做呢個小型嘅 data center，Nokia 就會迎嚟 5G 之後最大嘅換機潮，呢個係一個長線嘅佈局。第三係最重要嘅。係 NVIDIA 自己本身啦，好多人都成日問噶啦 ，NVIDIA 仲有冇得升先？睇完呢份 13F 長線嚟講 ，NVIDIA 都應該仲有啲空間嘅。你可以將而家嘅 NVIDIA 比喻成為一隻 AI 工業嘅 ETF， 佢透過股權同埋生態啦，將設計、製造、渠道同埋分發串連埋一齊。無論係 Intel 嘅封裝成功啦，或者係 Nokia 嘅6G 跑出，最終嘅最大贏家
都一定係有份揸莊嘅 NVIDIA。咁 Jensen 咧用咗131億美金就話俾大家聽 ，AI 嘅銅金熱可能已經過咗最瘋狂嗰個階段啦。但係 AI 嘅基建時代可能先啱啱開始啫，而佢就係掌握住呢場全球 AI 運算命脈嘅總工程師啦。你又覺得 Jensen 呢張供應鏈主權嘅藍圖係咪真係足夠幫佢抵禦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呢？定係你都仲係覺得 Intel 啲爛泥真係扶唔上壁？都可以留言講翻你嘅睇法。當然，投資一定涉及風險，呢份報告亦都存在住執行嘅變數，所以大家入場之前記得做足功課啦。如果你都覺得呢集 13F 嘅深度拆解可以幫到你，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翻段片俾你朋友仔。我哋都會講更加多唔同投資嘅故事。我係 Phil，我哋下次見，拜拜。